5·1假期刚过，酒店 VIP 客服给我打电话。顾女士您好，请问您对5·1期间为您和先生布置的蜜月房还满意吗？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整个5·1我都在公司盯项目。我老公顾明轩说他去外地出差，我让酒店经理立刻调监控。监控里，一个戴墨镜的女孩被酒店员工喊着顾女士，而我的老公顾明轩正殷勤地替她拎着包。我认出来了，那是他的新秘书苏冉。我点开苏冉的朋友圈，全是5·1的度假照，最新一条是张双人床，配文双向奔赴的爱情太甜了，老公承诺年底就带我入住魔都那套富士江景房，终于要熬出头了。我把手机捏得咯咯作响。顾明轩，你是我一手扶上来的，你敢背叛我，我就能把你现在有的一切全部收回来。我推开家门，顾明轩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端着一盘水果，他走过来接我的包。老婆辛苦了，5·1加班累着了吧？他低头要亲我，我弯腰换鞋躲开了。酒店监控里的画面在他脸上挥之不去，叫着我老婆却给别人拎包，真恶心。顾明轩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出差给你买的礼物。我打开，是一条印花丝巾，杂牌的。苏冉2个小时前刚发了朋友圈，一个7万块的新款手袋，手柄上绑的就是这条。他的配文写着：柜姐送的赠品太老气，配不上新包，他拿不要的赠品来糊弄我。顾明轩凑过来，喜欢吗？我把盒子盖上，挺好看，这种搭头买大件送了不少。顾明轩脸上的笑僵住了，他拉住我的手解释：怎么会，专柜给你挑的，花了我好几个月。我抽出手，出差还挺闲。为了老婆高兴。桌上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一个字母 S。 顾明轩一把抓起手机，按了静音。谁啊？推销的，烦人。手机刚扣下，又在玻璃茶几上嗡嗡的跳，一遍接一遍。我拿起包往卧室走，这推销员还挺敬业，去接吧，别耽误正事。顾明轩拿着手机去了阳台，压着嗓子：乖，我这边马上完事儿，不哭，半小时就到。他走进来，扯下围裙。老婆，公司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去一趟。他拿起车钥匙就往外走。什么项目这么急，还得你连夜去？他头也不抬地套上外套。城南地块的批文有点问题，苏冉刚通知我。城南的批文上个月就下来了，他撒谎都不打草稿。我真想把那条破丝巾甩他脸上，但我忍住了。顾明轩这几年在公司安插了不少人，财务总监是他同学，我手里的全早被架空了，现在闹翻，公司都要信顾。我打下的江山不能便宜了这对狗男女。我上前帮他理了理领子。去吧，路上开慢点。顾明轩在我额上亲了一下。还是老婆你最好，我尽量早回。门砰的关上，屋里安静下来。我拿出手机，切到小号微信，我刷新朋友圈。苏冉刚发了动态，一张照片，洗手台上放着一根验孕棒，2道红杠，配文写着：小生命来得太突然，某人高兴疯了，连夜跑来陪我，说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我们宝宝。定位是他租的公寓。我保存照片截图，我点开评论区打字：恭喜男朋友这么好，怎么还不领证？苏冉秒回：谢谢亲，快了。他正准备把手头的事交接完呢。交接。顾明轩不光想转移财产，还想把我踢出公司。我继续打字：没领证就怀了，不怕男人跑了。现在有老婆还出来骗小姑娘的渣男可不少。苏冉那边没动静了。过了一会，他的回复跳出来，火气很大：别拿那套道德绑架我，我们是真爱。他又追了一条，他家里那个老女人霸占着他不放，天天拿钱压他，逼得他喘不过气。我是在解救他。老女人，我陪他创业那年，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眼看就要倒闭。为了拉到王总那笔救命的投资，我在酒桌上替他挡酒。王总那只肥腻的手搭在我肩上，一杯接一杯的灌我。李小姐真是海量，喝完这瓶，合同我立马签。胃里烧得像一团火，我躲进洗手间，吐得天昏地暗。顾明轩在门外拍着门，声音都快碎了。婉婉，要不咱们算了，这钱咱不要了。我漱了口，补了妆，推开门对他笑：没事，就差最后一下了。那天晚上，他背着烂醉的我回家，他一边给我擦脸一边哭：老婆，等公司做大了，我再也不让你受这种委屈，我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。我陪着他拉投资，喝到胃出血，熬出来的白头发在他嘴里就成了老女人。我敲着键盘：法律上人家才是夫妻，你不怕原配闹到公司让你干不下去？苏冉回得很快：闹，他敢吗？现在公司都是我男人的，他一个伸手要钱的黄脸婆，离了我男人连饭都吃不上。伸手要钱的黄脸婆，顾明轩这软饭硬吃的本事真是越来越熟练了。我关掉手机，
把所有的对话都截了图。苏冉又发来一条评论：在爱情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，好一个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我把手机扣在桌上。第二天，我找了私家侦探。2天后，资料摆在我桌上，苏冉，22岁，履历清白。翻到最后，我才明白，他是顾明轩5年前开始资助的贫困生，学费、生活费都是他打的款，用的还是我名下那张尾号88的附属卡。他拿我的钱养他的小情人。我拿起座机打给财务老刘，城南项目的2期款停了。老刘在那头很为难。顾总昨天刚批了条子，催着付款。这公司姓林，停款，出事我担着。挂了电话，我把抽屉里几个高管的合同找出来，全扔进了碎纸机。都是顾明轩提拔的人，我一个一个收拾。晚上7点，我推开家门，玄关多了一双不认识的高跟鞋。客厅传来女人的笑声，我走进去，苏冉正坐在我的沙发上，手里端着我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古瓷茶杯。顾明轩坐在他旁边，给他切水果。看见我，顾明轩手里的刀停住了。老婆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向苏冉。苏冉放下茶杯，站起来。林姐好，我公寓水管爆了，顾总体恤我，让我来借住一晚。我走过去，拿起茶几上的古瓷杯，直接扔进垃圾桶。我家不是收容所，滚出去！顾明轩过来拉我胳膊。你发什么火？小冉一个女孩子，大晚上你让她去哪儿？我甩开他手。她去哪儿不关我的事，带着你的人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顾明轩脸都变了。苏冉往后退，装出一副可怜相。林姐，你别生顾总的气，都怪我，我这就走。他绕过茶几往门口走，经过我时，他忽然尖叫一声，直直往地上摔去。苏冉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我的肚子好痛！顾明轩冲过来，两手用力推在我肩膀上。你敢动他？我没站稳，脚下绊到地毯，整个人往后倒，腰窝重重砸在电视柜的尖角上，小腹传来炸开的剧痛，我疼得全在地上，站不起来。顾明轩脚步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咬着牙叫他：顾明轩，我肚子疼，救我！他抱起地上的苏冉，路过我身边，看都没看一眼。别装了，林总什么风浪没见过。他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小冉要是有事儿，我要你的命！大门砰地砸上，屋里只剩我，肚子的绞痛一阵比一阵厉害。我抖着手摸出手机，拨了120，大腿根有热乎乎的东西流出来。我低头一看，血顺着浅色裤子晕开，在地板上聚成一小滩。我在急诊室醒来，医生站在床边。林女士，你怀孕7周，没保住，多注意身体。医生把单子放床头，出去了。我盯着天花板，我怀孕了，单子上写着孕7周。顾明轩，你要我孩子的命，我要你的全部。我扶着墙走出急诊室，肚子一阵阵地抽着疼。护士让我去2楼妇产科复查。刚到2楼拐角，右边 VIP 病房的门半开着，一个熟悉的男声传出来：喂，张嘴，粥不烫了。是顾明轩，他背对着门，端着个小碗，一勺一勺喂着床上的苏冉。苏冉靠在床上，脸色红润，他吞下粥，对着顾明轩笑：顾总你真好，宝宝生下来肯定也黏你。顾明轩拿纸巾擦他嘴角：那是我的种，我能不疼？我走了进去，顾明轩回头看到我，脸上的笑收得一干二净。他把碗重重磕在床头柜上，他站起来挡在苏冉前面。你来干什么？苏冉立刻往被子里缩，捂住肚子。顾总我怕，林姐刚才推的我肚子好痛。他抓着顾明轩的衣服，顾明轩握住他的手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他转头指着门外：林婉，你滚出去！你害小冉先兆流产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先兆流产，我大出血没了孩子，他只关心别人受了点惊吓。我害他。家里就3个人，不是你推的，难道是他自己摔的？顾明轩的口气很差。你装病装到医院跟踪我，一把年纪了要点脸，你天天拿钱压着我还不够，现在连我唯一的种都要弄死，你还是人吗？唯一的种？我口袋里的诊断书那么薄，我伸手进口袋，顾明轩抓住我的手腕，狠狠一甩，我撞在门框上，后背生疼。那张流产单子从口袋里滑出来，掉在地上。顾明轩看都没看，一脚踩了上去，鞋底正好踩在孕7周那几个字上。收起你那些下三滥的把戏，别拿假的化验单来糊弄我。他指着地上的单子：小冉需要安静，你马上滚回去闭门思过。苏冉从他背后探出头：林姐，
我知道你年纪大了，生不出孩子，心里不平衡，但这可是顾家的长孙，你别闹了。他把头靠在顾明轩胳膊上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让他认你当干妈，你们一家人好好过。一家人。顾明轩拍拍他的肩，别委屈自己，我的孩子不认别人当妈。他转头看着我，听懂了？再敢动小冉一下，我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。拿我的江山来威胁我。我蹲下，从他脚底下抽出那张诊断单，单子上一个黑乎乎的鞋印。我把单子叠好，放回兜里，肚子已经疼得麻木了。我看着顾明轩，好。他愣住了。算你识相。城南项目我交给小冉负责，算你给他赔罪。不用赔罪。我拉开病房门，我们离婚。顾明轩追出来，一把拽住我的手腕。林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甩开他，我说离婚。他大概觉得我在说气话，嗤笑一声。就凭你，离了我，你连西北风都没得喝。林总，别忘了，公司现在是谁说了算？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向病房。顾明轩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带着警告。我给你3天时间冷静，想清楚了回家给我认错，不然就不是赔罪这么简单了。病房的门合上，隔绝了他的声音。3天后，我办了出院手续，腹部的坠痛还没消失。我打车去了公司，我的办公室在顶层。推开门，里面一片狼藉，文件散落一地。我桌上的定制钢笔被扔在地上，摔断了笔尖。苏冉坐在我的老板椅上，2条腿翘在办公桌上，他正在拿我的印章往一堆白纸上乱盖。他抬起头冲我笑。林姐回来了，顾总说这间办公室以后归我用，让我提前来熟悉环境。他晃了晃手里盖满红印的纸，这印章手感真不错，难怪人人都想往上爬。我走过去，拿起桌上那盆绿萝，直接倒扣在他头上，泥土和水顺着他的头发淌下来，呼了他一脸。苏冉尖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，指着我：“你疯了！顾总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抽出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手。让他来。我把那盆绿萝连盆带土扔进垃圾桶。我的东西不喜欢别人碰，不管是椅子还是印章。我拿起电话拨通了保安部，把闯进我办公室的人清出去。苏冉的尖叫声还在继续。林婉，你敢！我是顾总的人。几个保安很快跑了上来，站在门口不知所措。林总，这……苏冉挺直了腰杆。看清楚了，我肚子里怀的是顾家的继承人，你们谁敢动我，就是跟顾总作对。我走到他面前。继承人。我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响声在办公室里回荡。苏冉捂着脸，被打懵了。你打我？打的就是你。我看着他，一个没名没分的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自称顾家人。我转向保安，把他丢出去，弄脏了我的地毯，让保洁来消毒。保安们不再犹豫，一左一右架起苏冉就往外拖。苏冉挣扎着：“林婉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顾总会给我报仇的。”办公室终于安静了，我坐回椅子上，后背的冷汗浸湿了衣服，腹部的绞痛又开始了。我从抽屉里拿出备用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。张律师，准备一下，我要起诉离婚，分割财产。顾明轩的电话在我挂断律师电话的下一秒就打了进来，我直接按了拒接。他锲而不舍，一遍又一遍，我嫌烦，拉黑。没过多久，财务总监老刘敲门进来，脸色难看。林总，顾总刚从账上划走了一笔5000万的款子，名目呢？城南项目的预付款。可那项目您早上才调掉。老刘擦了擦额头的汗。手续是他自己批的，章也是他盖的，我拦不住。钱打到哪个公司了？一个叫冉星的科技公司。我冷笑，冉星，苏冉的冉，他倒是不避嫌。我知道了。我摆摆手，老刘站着没动。林总，公司现在人心惶惶，都说您要和顾总离婚，公司要变天了。不会变天。我看着他，这家公司姓林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老刘点点头，转身出去了。我打开电脑，调出冉星科技的注册信息，法人代表苏冉，注册时间1周前，注册资本5000万，他拿公司的钱给他开公司。我把资料发给张律师，附上一句话：追回这笔款子，告他职务侵占。下午，公司内网炸了，一封匿名邮件群发给了所有员工。邮件里把我流产那天在医院走廊和顾明轩争执的监控视频截了出来，标题很耸动：豪门恶妻擅妒成性，因不孕报复丈夫情人，致其先兆流产。视频里我脸色苍白，顾明轩挡在苏冉身前，
指着我鼻子骂。邮件内容添油加醋，把我写成一个极度发狂的疯女人，说我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对怀孕的苏冉下手。邮件后面附着苏冉那张先兆流产的诊断单。一时间，公司里的人看我目光全变了，有同情，有鄙夷，还有幸灾乐祸。顾明轩这是想彻底搞臭我的名声，让我在公司无法立足。他推门进来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。他把手机扔到我桌上，屏幕亮着，正是内网那篇帖子。林婉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大家都知道了，你是个连自己丈夫的骨肉都容不下的毒妇。他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。只要你现在去给小冉道歉，承认是你嫉妒她，我可以考虑不离婚。当然，公司你也不用管了，回家好好休养。每个月我让财务给你打20万生活费。用我的钱养我？我问他，站起身。林婉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这公司没了我就是个空壳子。走到我身边，手撑着桌面。我劝你见好就收，别闹得太难看。我拿起桌上的座机。保安部吗？顾总在我的办公室里胡言乱语，把他请出去。顾明轩脸色铁青。你还敢？我看着他。顾明轩，游戏才刚开始。顾明轩被保安请出去后，内网的帖子很快就删了，但造成的影响已经抹不掉。我走到哪都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召集了所有部门总监开会。顾明轩提拔起来的那几个，个个都拿着腔调。林总，城南项目这么停着，每天的损失都是天文数字。是啊，林总，顾总也是为了公司好。您二位的家事可不能影响公司运营啊。我坐在主位，听着他们一唱一和。顾明轩推门进来，大喇喇地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。说得对，林总最近身体不适，情绪不稳，不适合在管理公司。他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。这是大部分股东的联名提议，建议林总休假静养，由我暂代董事长一职。那份文件上签着好几个熟悉的名字，都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元老，原来早就被他策反了。我看着顾明轩。你觉得你赢了？顾明轩靠在椅背上，志得意满。不是我觉得，是事实。他转向其他人。从今天起，公司所有事务由我全权负责，谁有异议？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那些曾经对我毕恭毕敬的总监们，此刻都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苏然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，他走到顾明轩身边，手很自然地搭在他肩膀上。顾总，恭喜！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扫视全场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。林姐，以后还请多指教了。他现在是冉星科技的苏总，是公司的合作方。顾明轩拉着他的手，向众人介绍：这位是冉星科技的苏总，城南项目未来的合作伙伴。林婉，你现在可以交接工作了。他叫来保安，指着我：请林总去休息室好好休息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离开。两个保安面露难色，但还是朝我走来，这是要把我软禁在公司，羞辱的意味再明显不过。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我站起来，在保安碰到我之前，我拿起了桌上的手机。我没有看顾明轩，也没有看苏冉，我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开了免提。电话很快接通，一个沉稳的男声传出来：喂，婉婉，是我爸。爸，我之前以您名义注册的那几个专利，您还记得授权给谁了吗？电话那头顿了一下。当然记得，核心技术专利只独家授权给了你个人，没给你的公司。顾明轩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了，我看着他一瞬间煞白的脸，继续对着电话说：那我现在不想用了，准备把专利收回来，可以吗？我爸的语气不容置喙。当然可以，我的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，想什么时候收回来就什么时候收回来。我挂断电话，整个会议室死一般寂静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公司能有今天，靠的就是我爸当年研发的那几项核心技术专利。专利授权在我个人名下，而不是公司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我愿意，公司瞬间就会变成一个失去核心竞争力的空壳。顾明轩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，他冲过来想抢我的手机。林婉，你敢！我把手机收回口袋，迎上他的目光。你看我敢不敢？我转向那几个刚刚还逼宫的股东。现在谁还想让我休假？没人说话。刚刚还站在顾明轩那边的几个总监，额头上开始冒汗。苏然也慌了，他抓着顾明轩的胳膊。顾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顾明轩一把甩开他，指着我，嘴唇哆嗦。你算计我！我拉开椅子，重新坐下。彼此。
现在会议继续。我看着他，不过不是讨论我休假的事，是讨论怎么把你和你的冉星科技从我的公司里清理出去。顾明轩像一头困兽，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。林婉，你不能这么做！公司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公司不会倒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只是换个活法。他气得说不出话。你那几个签了联名信的股东，此刻跟霜打的茄子一样。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王董站起来，对着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林总，我们也是一时糊涂，被顾总蒙蔽了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公司的老人了，怎么会跟您作对呢？我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吹了吹热气。王董，我记得你儿子上个月刚被提拔成采购部经理吧？王董的脸白了。还有李总，你那个在国外留学的侄女，好像也是顾总安排进的欧洲分公司。我每说一句，就有一个人的脸色难看一分。顾明轩在公司这几年没少用这种手段拉拢人心，他以为这是他的筹码，却忘了发薪水的到底是谁。要么现在就跟着你们的顾总一起滚出这个会议室，要么就坐下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将功补过。几个人面面相觑，王董第一个拉开椅子坐下，态度恭敬。全听林总安排。其他人有样学样，纷纷坐回原位，与顾明轩划清界限，墙倒众人推。顾明轩的脸色从煞白转为死灰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些前一秒还与他称兄道弟的盟友。苏冉拽着他的衣角，声音发颤：顾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顾明轩暴躁地甩开他，冲我吼道：滚！林婉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？是你先把事情做绝的。我提醒他，在我流产那天，提到孩子，我的心还是会抽痛。顾明轩像是被踩到痛脚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他开始让步。我把冉星那5000万还回来，城南的项目我们不做了，这样行了吧？晚了。我拨通内线，让法务部准备解除和冉星科技所有合作的文书，另外起诉他们商业欺诈和职务侵占。我看着苏冉，苏小姐，很快你就会收到法院传票。苏冉吓得腿一软，差点跌坐在地。顾明轩扶住他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。林婉，你一定要赶尽杀绝。对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。离婚协议，我的律师会尽快发给你。净身出户，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我看着他曾经让我心动的脸，如今只觉得面目可憎。从我的公司，我的人生里彻底消失。顾明轩和苏冉是被保安架出公司的，很是狼狈。公司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当天下午，我的私家侦探给我发来了新的资料。照片上，苏冉和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在咖啡馆里举止亲密。男人开着一辆骚包的红色跑车，车牌号我认得，是我主要竞争对手鼎华集团太子爷陆公子的座驾。侦探的报告写得很详细，苏冉在被顾明轩资助之前就是陆公子的女朋友。她进入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个局，所谓的贫困生身份全是伪造的。她和顾明轩的相遇也是被精心设计的一场偶遇。我把资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顾明轩真是个天大的傻子，他为了一个把他当猴耍的女人，抛弃了家庭，葬送了前程。我把这些资料收好，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候，我要等一个最佳时机，给他最致命的一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顾明轩彻底疯了，他被公司除名，银行卡被冻结，车子房子都属于婚前财产，他一样都带不走。他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变回了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。他开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从一开始的威胁咒骂到后来的苦苦哀求，我一概不理。这天我刚开完会，林总，顾明轩在前台闹，非要见您。我让保安把他赶走。没过多久，秘书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。林总，不好了，顾总他爬到公司对面的天台上了，说要跳楼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果然对面商业楼的天台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，楼下已经围满了人，还有消防车和警车。他这是在逼我，用死来威胁我，想换取我的心软和妥协。手机响了，是警察打来的。李女士吗？您的先生顾明轩情绪很激动，指明要见您，希望您能过来一趟，安抚一下他的情绪。我不是他的家属。我对着电话说，我们正在办离婚。可是李女士，现在人命关天。我挂了电话，桌上的另一部手机响起来，是苏冉，她带着哭腔。林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去看看他吧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那你去陪他一起跳。我说完直接挂断。我没有半分心软，他当初抱着苏冉从我身边走过，对我流血的身体视而不见时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我拉上百叶窗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喧嚣。我对秘书说，通知公关部准备发稿，就说
前任高管顾明轩因个人投资失败，精神失常，其行为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。天台上的闹剧，最终以顾明轩被警察强行带走收场。他没胆子真的跳下去，这件事成了圈子里的一个大笑话。顾明轩彻底身败名裂，离婚协议很快签了，他净身出户，灰溜溜地搬出了我的房子。我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，我约了鼎华集团的陆董，也就是陆公子的父亲，喝茶，把那份关于苏冉和陆公子的调查报告推到他面前。陆董是个老狐狸，看了报告，脸色变都没变。林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端起茶杯，就是想让陆董知道令郎的眼光不太好，找人演戏也该找个专业点。陆董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。年轻人爱玩，林总何必当真？我笑了笑，我当然不当真，只是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吃了亏总想加倍找回来。我把手机拿出来，点开一段录音，里面是苏冉和陆公子的对话。亲爱的，顾明轩那个产货已经上钩了，公司的核心资料我很快就能拿到手。别急，宝贝儿，等他把林婉那个老女人踢出局，整个公司都是我们的。林总，陆董的脸色终于变了。你想怎么样？鼎华最近在竞标城西那块地吧？我慢悠悠地说。很不巧，我也很感兴趣。只要你把那块地让给我，这些东西我就当没见过。陆董盯着我看了很久。林总好手段。过奖。这笔交易他没法拒绝。鼎华为了那块地做了很多见不得光的准备，一旦录音曝光，他们不仅拿不到地，整个公司都会陷入巨大的丑闻。3天后，城西地块的竞标结果公布，我以绝对优势拿下，公司的股价应声大涨。我回到办公室，顾明轩居然在等我，他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再没有从前的意气风发。你把城西那块地抢走了？他声音沙哑。不是抢，是凭本事拿。你毁了鼎华，也毁了我最后的机会。他冲我吼。陆公子本来答应我，只要帮他拿到你们公司的核心数据，就给我一大笔钱。我看着他。所以你从始至终都在算计我。是你逼我的。他面目狰狞。是你太强势，什么都抓在手里，我根本没有出头之日。我看着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。顾明轩，我给过你一切，是你自己不要。我把那份调查报告扔在他面前。看看吧，你的真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顾明轩颤抖着手拿起文件，一页一页的翻，他的脸色越来越白，最后毫无血色。不可能的，小冉她是爱我的。他爱的是你的钱，或者说是我的钱。我告诉他，苏冉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他的，那是在和他交往的同时跟陆公子怀上的。顾明轩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瘫坐在地上，他嘴里不停地念着不可能。我没再理他，叫保安把他拖了出去。后来我听说顾明轩去找苏冉对峙，两人在苏冉的公寓楼下大吵一架，动了手，苏冉被他推倒在地，再次先兆流产。只不过这一次没有人心疼他了，陆公子彻底和他断了关系，他成了圈子里的过街老鼠。而顾明轩在失去所有之后真的疯了，他到处跟人说是我害了他，是我毁了他的一生，但再也没有人相信一个疯子的话。我把爸的专利以公司的名义正式买了过来，我成了公司唯一绝对的掌控者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只见清底冰凉的玻璃，楼下车流如织，阳光将整座魔都笼罩在暖金色里。城西地块顺利动工，公司股价连涨3周，元老们对我毕恭毕敬，财务大权重新握回掌心，一切都在正轨上。我以为顾明轩疯了，苏冉身败名裂，鼎华陆董吃了哑巴亏，这场闹剧该彻底落幕。直到1周后，秘书脸色惨白地冲进办公室。林总，不好了，公司核心数据库被入侵，所有城南城西项目的机密文件全被盗走。我手里的钢笔当啷砸在桌面上。查，立刻查源头。技术部半小时后给出结果，入侵 IP 来自境外，手法干净利落，层层加密，最后指向一个空壳公司。更诡异的是，数据库里唯独星号我父亲那几项核心专利的源代码被完整拷贝，一丝不剩。我心头猛地一沉，知道专利源代码，熟悉公司系统架构，能精准绕过防火墙的人，整个公司不超过3个，其中1个早已被我开除。顾明轩。顾明轩现在在哪？我沉声问。精神病院，上周他突然不见了，护工说他趁夜翻墙跑了。我攥紧拳头，指节泛白。疯了，从头到尾都是装的，他根本没疯，只是蛰伏起来，等着给我致命一击。当天傍晚，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没有文字，只有一段录音。点开的瞬间，顾明轩的声音从听筒里钻出来，阴冷沙哑，带着一丝病态的兴奋。林婉，你以为我真的会跳楼，真的会疯？
你拿走我的一切，让我像条狗一样被赶出公司，这笔账我早就刻在骨头上了。你以为苏然只是个小角色？你以为鼎华陆董会善罢甘休？你太天真了。录音最后是一道女人的轻笑，娇媚又恶毒，是苏冉。林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失去的可不只是项目文件哦。我猛地站起身，后背冷汗浸透衬衫。他们没死没垮，反而联手了。更可怕的是，顾明轩消失的这半个月绝对不是简单躲藏，他有人帮。我立刻拨通私家侦探电话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顾明轩和苏冉，查清楚他们背后是谁。侦探沉默几秒，有件事我没敢说，顾明轩失踪当天被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轿车接走了。我瞳孔骤缩，魔都能动用这种关系的人屈指可数。继续查那辆车的主人。挂了电话，我胸口闷得发慌。我以为我扫清了所有障碍，却没想到顾明轩在被我逼到绝境时，竟然攀上了更高的人。3天后，侦探把一叠资料放在我桌上。照片里，顾明轩穿着一身干净西装，不再憔悴狼狈，意气风发地站在一栋私人别墅前。他身边站着苏冉，小腹平坦，早已不见当初怀孕的柔弱，妆容精致，眼神倨傲。而他们身侧站着一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，陆景明，鼎华集团太子爷，苏冉的正牌前男友，也是当初设计让苏冉接近顾明轩，窃取我公司机密的幕后黑手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陆景明身边站着一个头发花白、眼神锐利的男人，陆振国，陆景明的亲叔叔，背景极深，手眼通天，黑白两道都有交情。当年我父亲创业时，曾和他有过节。资料最后一行让我浑身发冷。陆振国出钱出力，将疯掉的顾明轩从精神病院救出，洗脑、训练，助他复仇。我终于明白，顾明轩不是逃脱惩罚，是被人救活、利用，打造成一把刺向我的刀。苏冉也不是无辜棋子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陆振国的掌控里。3人联手，陆振国出钱出关系，要报当年旧怨，吞掉我的公司；陆景明要核心专利，抢成西地块，搞垮我的商业帝国；顾明轩要报复我，夺回他失去的一切；苏冉要名利，要地位，要看着我从云端摔进泥里。他们不是残兵败将，他们是卷土重来的豺狼。第2天，公司炸了，城西地块竞标结果被突然叫停，官方给出理由，资料涉嫌造假，需重新审查。可我所有文件都合法合规。紧接着，合作了10年的原材料商突然单方面解约，违约金都不肯要，宁愿赔钱也要终止合作。银行打来电话，公司3亿授信额度突然冻结，不予放款，项目停工，资金断裂，供应链切断，官方审查，一连串打击，精准狠辣，不给我任何喘息空间。公司内部人心惶惶，之前倒戈的几个股东又开始蠢蠢欲动。我坐在会议室主位，看着底下交头接耳的高管，冷冷开口：谁想走，现在可以提，我不拦着，但留下来的必须跟我共度难关。没人敢动，他们都清楚我手里还有底牌，可我也清楚，这一次对手比顾明轩强10倍。陆振国出手就是要把我往死里逼。傍晚，我刚走出公司大楼，一辆黑色轿车猛地停在我面前，车窗降下，顾明轩靠在副驾，嘴角勾起胜利者的笑。林婉，好久不见。苏冉坐在后座。林姐，公司是不是很难受呀？没关系，很快你就不用难受了。驾驶座上是陆景明。林总，考虑一下，把公司卖给我，专利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。陆景明语气轻佻，我攥紧手提包，指尖冰凉。顾明轩，你为了报复我，甘愿给陆家当狗？顾明轩脸色一沉，随即又笑。当狗又怎么样？至少我能看着你垮掉。你当初怎么对我，我现在加倍奉还。你别忘了，公司是我一手建立的，专利在我手里，你抢不走。专利？顾明轩嗤笑。你以为你还握得住吗？陆叔已经安排好人，下周就宣布你专利侵权，到时候你不仅公司保不住，还要坐牢。我心头巨震，专利侵权，他们竟然连这种阴招都用得出来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林婉，你失去孩子那天我没救你，今天我也不会救你的公司。他凑近我耳边，声音阴毒。我要你一无所有，像我当初一样。说完，3人驱车离开，留下一地尾气。我站在原地，晚风刺骨。这一次他们不是小打小闹，是要我身败名裂，牢狱缠身。我没有慌，越危险越要冷静。回到办公室，我连夜召集法务、财务、技术核心团队，制定3套方案。第一，联系我父亲，拿出当年专利注册原始文件、独家授权书、研发记录，
全部公证，提前提交知识产权局，堵死侵权污蔑。第二，变卖我名下3套非核心房产、私人藏品，套现2亿，填补项目资金缺口，稳住银行。第三，让侦探24小时盯紧陆振国、陆景明、顾明轩、苏冉，录下他们的对话，拍下他们的交易，重点抓陆振国官商勾结、操纵竞标、非法冻结授信的证据。我知道陆振国最在乎的不是钱，是名声和地位，他最怕的是黑料曝光，身败名裂。而顾明轩最怕的是再次一无所有，苏冉最怕的是被陆家抛弃，重回底层。陆景明最怕的是丑闻影响鼎华上市，他们各有软肋，我只要抓住一个就能撕开缺口。1周后，专利局公示，我司核心专利全部合法有效，无任何侵权行为。陆振国的第一招失效。紧接着，我自掏腰包2亿注入公司，项目复工，原材料商重新签约，银行解冻部分授信，公司稳住了。顾明轩得知消息，气得直接冲到公司楼下，砸保安室的玻璃，被保安按住，还在嘶吼：林婉，你出来，我不会放过你！我站在窗前，冷漠地看着他像条疯狗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陆振国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3天后，我收到一封请柬，陆振国以商业峰会名义邀请我去成交私人会所，秘书劝我别去。林总，太危险了，这明显是鸿门宴。我不去，他们就会制造更大的麻烦。我淡淡一笑，我去，才能把他们的狐狸尾巴揪出来。我带了保镖、录音笔、微型摄像头，独自赴约。私人会所戒备森严，走廊昏暗，推开包厢门，陆振国坐在主位，陆景明、顾明轩、苏冉分列2侧，桌上摆着红酒，气氛诡异。林总，敢一个人来，有种！陆振国开口，声音低沉。我从容坐下。陆叔邀请，我怎么敢不来？直说吧，公司专利、城西地块全部交出来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明天头条就是你挪用公款、商业行贿的新闻。我心头冷笑，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。陆叔，说话要讲证据。证据。陆振国看向顾明轩，顾明轩拿出一份文件，扔到我面前。这是你当年签字的财务单据，我已经改好，只要我交给警方，你立刻被带走调查。苏冉娇笑着补充：林姐，我还可以作证，说你当年为了竞标故意伤人呢。陆景明把玩着酒杯。林婉，你斗不过我们的，投降吧。4人一唱一和，步步紧逼。我不动声色，按下录音笔。你们伪造证据、栽赃陷害，就不怕法律制裁？陆振国哈哈大笑。法律在魔都，我就是法律。顾明轩眼神疯狂。林婉，今天你不签转让协议，别想走出这个门。话音刚落，包厢门被反锁，几个黑衣保镖堵在门口。陷阱，彻头彻尾的陷阱。他们不仅要我签字，还要把我扣在这里，逼我就范。我缓缓站起身，脸上没有丝毫慌乱。陆振国，你以为你只手遮天？我抬手点开微型摄像头，实时传输画面。此刻，我的律师正带着完整录音、视频陆振国官商勾结证据，坐在纪检部门办公室。同时，我提前安排的记者已经在会所外等候。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动作，都已经被同步记录。陆振国脸色骤变。你敢阴我？彼此彼此。我冷笑。你就顾明轩帮他复仇，栽赃我专利侵权，操纵官方审查，冻结我公司授信，这些证据足够你把牢底坐。顾明轩冲过来想抢我的设备，我杀了你！保镖立刻拦住他。苏冉吓得脸色惨白，躲到陆景明身后。陆景明也慌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第一，立刻撤销所有对我公司打压，公开道歉。第二，顾明轩、苏冉为你们的背叛、陷害、职务侵治承担法律责任。第三，陆振国、陆景明等待法律制裁。陆振国猛地拍桌：你休想！我今天就算拼了，也要把你留在这里！他刚要下令，包厢门被猛地踹开，警察、纪检工作人员、记者一拥而入，闪光灯疯狂亮起。陆振国涉嫌行贿、滥用职权、非法拘禁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顾明轩涉嫌职务孙占、伪造证据、报复奸害，逮捕。苏冉涉嫌共同诈骗、作伪证，逮捕。陆景明涉嫌商业犯罪、恶意竞争，配合调查。冰冷的手铐戴上手腕的那一刻，顾明轩彻底崩溃，他嘶吼着，挣扎着：林婉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苏冉瘫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再也没有往日的娇媚。陆振国面如死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陆景明满脸悔恨，却为时已晚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被一一带走。阳光从门外照进来，
落在我身上。1周后，公司彻底稳定，城西地块重新获批，项目顺利推进，股价创下历史新高。我把父亲的专利永久注入公司，成为企业不可动摇的根基。那天，我再次站在落地窗前，楼下阳光正好，车水马龙，生机勃勃。秘书敲门进来，递上最新的季度报表。林总，公司再创历史新高。我接过文件，轻轻翻开，窗外的风很暖，那些黑暗、背叛、阴谋、报复终于彻底落幕。我没有新的爱情，没有儿女情长，没有无聊的家长里短，我只手握江山，心无旁骛。过去的伤痕还在，但我已经不再被他们束缚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，为我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，为我父亲的心血，为那些信任我的人。至于那些曾经想毁掉我的人，他们在牢里忏悔，而我在阳光下前行。新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